小林，我们分开吧。他低着头，手指在咖啡杯沿划来划去。好啊，我点点头，嘴角挂着一抹浅笑。他抬头，眼里全是诧异。你不问为什么吗？不用问，我都明白。他不知道的是，我的办公桌抽屉里还躺着一封未拆封的任命书。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我叫林小雨，朋友都叫我小林。28岁，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5年。陈宇是我大学时的男朋友，也是我毕业后一直在一起的人。我们相识在大学3年级的一次社团活动上。他是计算机系的学生，我学的是公共管理。我外向，他内敛。我喜欢热闹，他喜欢安静。我们像2块拼图，凹凸相合。大学毕业那年，我们决定留在这座城市，不大不小，不繁华也不冷清，适合2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慢慢扎根。我通过校招进了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稳定，但不算出色。每天朝9晚5，工资足够生活，但不会让你感到特别富足。陈宇进了一家民营互联网公司，薪水比我高一些，但加班多，压力大。我们租住在城市东郊的一个小区里，2室1厅，阳台上摆着几盆我照料的绿植。每个周末，我们会一起去附近的菜市场采购食材，回来做一顿简单的晚餐。有时候约上几个同学，在家里打打牌，聊聊天。日子很简单，但也很温暖。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未来？有一次，陈宇突然问我，我正在洗碗，手上的泡沫滑落。想过啊？怎么突然问这个？就是觉得我们这样下去，好像看不到什么变化。他坐在沙发上，表情有些茫然。变化？我擦干手，走到他身边坐下。你想要什么样的变化？不知道。可能是更好的工作，更大的房子，或者结婚生孩子。我接过他的话，他点点头，又摇摇头。现在条件还不够好，我觉得至少要有自己的房子才行。我笑了，那就一起努力呗，慢慢来，我们还年轻。那时候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走下去，平凡但幸福。我没想到生活会在某个转角处突然拐了个弯。去年夏天，陈宇突然提出要考公务员。公务员，我有些意外，怎么突然想考这个？公司最近不太稳定，听说要裁员。他揉了揉太阳穴，而且我快30了，需要找个稳定的工作。公务员福利好，压力小，有编制，将来退休也有保障。我点点头。如果你想考，我支持你。从那天起，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陈宇开始投入到备考中，每天下班后就泡在书桌前，周末也不出门了，整天对着教材和习题集。我尽量保持安静，减少对他的打扰。做饭、洗衣、打扫，家务活我全包了。有时候夜里醒来，看到书房还亮着灯，我会端一杯热牛奶给他。别太累了，注意身体，我轻声说。他抬头，眼睛有些红。再坚持一下，这次一定要考上。我知道他有多努力。从小到大，陈宇都是那种认准一件事就会全力以赴的人。大学期间，为了拿奖学金，他能连续1周每天只睡4个小时。终于，在备考8个月后，陈宇收到了面试通知。那天晚上，我们破例点了一瓶红酒庆祝。小林，谢谢你这段时间的支持。他举起酒杯，眼睛里闪着光。说什么呢？这都是你自己的努力。我和他碰杯。我相信你面试也会顺利通过的。果然，1个月后，陈宇拿到了录取通知。他考上了市政府办公室的一个职位，虽然只是科员，但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终于上岸了。他兴奋地抱起我，原地转圈。以后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我被他转得头晕，却也被他的喜悦感染。恭喜你，上岸的男人。那天，我们叫上几个好友，一起吃了顿火锅。觥筹交错间，大家都为陈宇祝贺，说他前途一片光明。我看着他被朋友们簇拥的样子，心里满是骄傲。我不知道的是，这顿饭是我和陈宇关系的一个转折点。陈宇入职后，我们的生活节奏完全变了。以前他经常加班到很晚，我们相处的时间主要在周末。现在他虽然按时下班，却常常有应酬，单位文化必须融入。他这样解释，我理解，新环境需要适应。但我开始感觉到，不仅是他的工作环境变了，他的人也在悄悄变化。他开始注重穿着，买了好几套正装和皮鞋，手机换成了最新款，说话的方式也变了。以前直来直去，现在学会了拐弯抹角。有一次，我问他周末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不好意思啊，局长约了几个同事打高尔夫，我得去。他一边系领带一边说：“高尔夫？你什么时候会打高尔夫了？”我有些惊讶，不会，但可以学吗？他对着镜子整理发型。这种场合主要是为了社交。我点点头，没再说什么，心里却觉得陌生。朋友小芳约我吃饭，我把这些变化告诉她。男人一旦有了点成就，就会膨胀。小芳敲着桌子说：“他现在接触的都是什么人？领导、同事。”可能还有些有背景的人，眼界不一样了，想法自然也会变。你要小心了。小心什么？我不解。小心他变心啊。小芳直截了当。我表姐前男友也是，考上公务员后，嫌弃表姐是护士，没几个月就提出分手了。现在听说找了个局长女儿。我笑了笑，陈宇不是那种人。但我心里却埋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那个周末，我约陈宇吃晚饭，想找机会好好聊聊。我选了我们常去的那家小火锅店，价格实惠，味道好。他迟到了半小时，一进门就皱起眉头，怎么来这种地方？又小又吵。我们以前不是经常来吗？我有些委屈。那是以前。他摆摆手，算了，将就吃吧。整顿饭他都心不在焉，不停地看手机。我问他工作怎么样，他只是简单应付几句。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说一些我听不懂的项目名称。饭后，他没有像往常一样送我回家，而是说有事先走了。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距离已经不仅仅是物理上的了。1周后的周末，他约我在一家咖啡厅见面，一坐下，他就开门见山：“小林，我有话想跟你说。”我看着他严肃的表情，心中已经有了预感。我们分手吧。他低头看着咖啡杯，手指不停地在杯沿划来划去。尽管心里已经有所准备，但真正听到这4个字，我还是感到一阵刺痛。为什么？我尽量保持冷静。我们已经不合适了。他抬起头，眼神有些飘忽。我现在的生活圈子和以前不一样了，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有了新的目标和追求。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在一条路上了。你的意思是，我配不上你了？我直视他的眼睛，他有些尴尬。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什么？只是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变得不同了。我想要更好的发展，而你似乎对现状很满足。我忽然笑了。好啊，我们分手。他明显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地答应。你不再考虑一下吗？他迟疑地问。有什么好考虑的？你都说我们不合适了。我保持着微笑。祝你找到更适合的人。离开咖啡厅，我没有哭。3年的感情就这样结束了，不是因为背叛，不是因为矛盾，
仅仅是因为他觉得我配不上他了。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发了一会儿呆，然后起身打扫房间。书架上他的几本书，我装进纸箱；衣柜里他的几件衣服，我也整理好，该断的就断干净。我一向如此。晚上，陈宇发来微信：“你的东西我已经整理好了，明天送过去。”“不用了，你直接扔掉吧，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我回复，他没再回消息。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因为伤心，而是在想一个问题：他凭什么觉得我就会一直原地踏步？其实，在陈宇备考公务员的那段时间，我也没有闲着。单位里有个重点项目，负责人突然生病住院，领导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手，我主动请缨，我可以试试。领导有些犹豫，这个项目很重要，也很复杂，你确定能行？给我一个机会，我会全力以赴。我坚定地说，项目确实很复杂，涉及多个部门协调，还要和市政府对接。我加班加点，查资料、学政策、跑部门、做汇报，有时候晚上回家，陈宇已经睡了，我还要继续处理文件。周末他在卧室备考，我在客厅处理工作。我们两个人各自为了自己的目标默默付出。3个月后，项目顺利完成，获得了上级部门的高度评价，我也因此被提拔为科长。更让我惊喜的是，局里推荐我参加了公务员遴选考试，这是一种面向在职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选拔方式，比普通的公务员考试难度更大，竞争更激烈。我没告诉陈宇，一是不想打扰他备考，二是想给他一个惊喜。如果我们都能考上公务员，该多有趣啊！遴选考试我准备了2个月，好在平时工作积累了不少经验，加上我本身学的就是公共管理，专业基础还不错。最终我通过了笔试和面试，被市财政局录用，担任副处长职务。接到通知的那天，我激动得差点哭出来。副处长虽然是副职，但已经是处级干部了，比陈宇高了2级，而且财政局在市直机关中算是权重很高的部门。我本想第一时间告诉陈宇这个好消息，但当时他刚拿到面试通知，正在全力准备面试，我不想分散他的注意力，决定等他面试结束后再说。结果他面试完，又要等录取通知，等他拿到录取通知，又要准备入职，一拖再拖，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他就向我提出了分手。分手那天，我办公桌抽屉里还放着那封任命书，我本打算周末约他庆祝的时候把这个惊喜告诉他，没想到惊喜变成了遗憾。新岗位报到的前一天，我把家里彻底收拾了一遍，把所有关于陈宇的痕迹都清理干净。新的生活就该有个新的开始。财政局办公环境很好，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配置齐全的设备。作为新来的副处长，我分管预算科和国库科，手下有10几名工作人员。刚开始确实有些不适应，一来是工作内容新，二来是角色转变快。昨天还是个普通科员，今天就成了处级干部，要管理团队，参与决策。有些老同志看我年轻，私下议论我是空降兵，质疑我的能力。我没有辩解，只是默默做好自己的工作，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最后一个离开。遇到不懂的问题，虚心向老同志请教，分内的事情认真负责，分外的工作主动承担。3个月后，我负责的一个预算调整方案获得了市领导的肯定，办公室里的气氛也慢慢变得融洽。那些最初对我有意见的同事开始主动找我讨论工作问题。有一天，办公室主任找我谈话：“小林啊，
你这几个月表现不错。他笑呵呵地说，局长很看重你，准备让你牵头负责今年的重点项目。什么项目？我有些意外。市政府重点督办的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评估。这个项目涉及面广，需要和多个部门协调，特别是市政府办公室。主任说，你能行吗？没问题，我尽力而为。我点点头，走出主任办公室，我心里有些复杂。市政府办公室，那不是陈宇工作的地方吗？这下可能要打交道了。不过我很快调整好心态，工作就是工作，个人情感不应该影响。如果真的遇到了，就当普通同事对待。毕竟，我现在的身份是财政局副处长，而他只是市政府办公室一名普通科员。接下来的1个月，我带着团队深入各个区县调研，收集数据，形成初步报告。过程中需要和市政府办公室对接，但我都委托科长去联系，自己没有出面。直到那天，市长办公室临时安排了一个协调会，要求各相关部门分管领导参加。作为项目负责人，我必须亲自出席。会议安排在市政府第3会议室，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坐在分配给财政局的位置上，翻看着准备好的材料。陆续有其他部门的领导进来，互相点头致意。会议即将开始，市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进来整理文件，安排座次。我低头看手机，没太注意，直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各位领导好，今天的会议马上开始，请把手机调成静音。”我抬起头，看到陈宇站在主席台旁，手里拿着一叠文件。他还没注意到我，正忙着分发会议材料。我的心跳突然加快，但很快平静下来。我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表情，继续看手中的文件。会议开始，主持人宣布议程后，请各部门代表依次发言。下面请财政局代表发言。主持人说。我站起身，走向讲台。这时，我感觉到一道目光，陈宇终于看到了我。他的表情瞬间变得震惊，脸色惨白，难以置信。他的嘴微微张开，像是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眼睛瞪得大大的，手中的笔掉在了桌上。我面带微笑，泰然自若地走上讲台，开始我的发言。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下午好，我是市财政局预算处副处长林小雨。今天我向大家汇报的是关于我市减税降费政策落实情况的初步评估结果。我声音清晰，逻辑严密，数据详实。整个发言过程中，我能感觉到陈宇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身上，但我没有给他任何特别的回应。汇报结束后，我回到座位，通过余光，我看到陈宇低头在本子上写着什么，表情复杂。会议进行了2个小时，最后主持人总结了要求，宣布散会。我收拾好文件，准备离开。这时，陈宇朝我走了过来。小林，他的声音有些颤抖。陈科员有什么事吗？我礼貌地问，语气公事公办。你什么时候？他话说不完整。不好意思，我还有会议要参加，如果有工作上的事情，请联系我们科室的同事。我微笑着说完，转身离开了会议室。走出会议室，我长舒一口气，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报复的快感，也不是胜利的喜悦，而是一种莫名的平静。那次会议后，市政府办公室很快发来了会议纪要，文件上有陈宇的签名，看来他是负责记录的工作人员。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打交道，每次联系，我都保持公事公办的态度，通过电话或邮件沟通，避免面对面交流。但市里就这么大，
同在机关工作，总有碰面的时候。食堂里、电梯间、走廊上，偶尔会遇到陈宇。他每次看到我都很尴尬，有时会主动打招呼，有时则假装没看见。单位里很快有了传言，听说了吗？市政府办公室的小陈和财政局那个新来的女处长好像有故事。什么故事？不知道具体的，但听说他们之前认识。每次开会，小陈看那个女处长的眼神不一般，不会是前任吧？有可能啊。你没看那天协调会上小陈的表情，跟见了鬼似的。这些流言传到我耳朵里，我只是笑笑。办公室里的八卦最多热闹几天，很快就会被新的话题取代。但对陈宇来说，处境可能没那么轻松。毕竟在单位里，我是领导，他是普通职员，而且因为工作原因，我们两个部门经常需要协调。有一天，我接到陈宇发来的短信：“能借一步说话吗？”我回复：“有工作上的事情，可以正常沟通，不是工作的事，是私事。”他又发来一条，我想了想，回复：“抱歉，我最近很忙，没时间处理私事。”我知道他想说什么，无非是解释当初为什么要分手，或者表达对现状的感慨。但这些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工作上的事我会认真对待，私人的事我选择不再有交集。晚上回到家，我给小芳打电话，把最近的情况告诉她。哈哈哈，这简直就是最好的复仇。小芳在电话那头笑得直不起腰。她当初嫌弃你配不上她，结果现在发现你比她官大2级，心里什么滋味？没什么复仇不复仇的。我淡淡的说，就是觉得有点讽刺。她有没有想复合？小芳八卦地问。不知道，也不在乎。我说，分手的时候我就放下了，现在我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说得好。小芳赞同，男人靠不住，还是自己强大最重要。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夜色中的城市灯火，心里忽然有种释然。也许每段感情的结束，都是为了下一段旅程的开始。陈宇的出现和离开，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我更了解了自己，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能做到什么。1个月后，我接到一个特殊的电话，是陈宇的母亲。小林啊，阿姨想见你一面，有些话想当面说。电话那头，阿姨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有些意外，但还是答应了。周末，我们在一家茶馆见面，阿姨比我上次见她时憔悴了许多。她拉着我的手，眼圈发红。小林，阿姨要向你道歉。阿姨，您别这样。我连忙说，您没有做错什么，是我和他爸爸的错。阿姨叹了口气，当初小陈考上公务员，我们太高兴了，觉得儿子终于有出息了。他爸爸就跟小陈说，现在条件好了，可以找个更好的对象，最好是有背景有关系的，对他将来升职有帮助。我心里一震，没想到这才是真相。小陈起初不同意，说你们感情很好，不想分手。他爸爸就说，男人事业为重，儿女情长，耽误前程。说他认识一个处长，女儿条件很好，愿意介绍认识。阿姨继续说，小陈被他爸洗脑了，才会那样对你。我苦笑，所以他是嫌我没背景，会拖累他。小林，阿姨知道你现在条件很好，官也比小陈大，他现在后悔死了，整天闷闷不乐。阿姨握着我的手，你们能不能？阿姨，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轻轻抽回手，我不怪您，也不怪陈宇，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他选择了他认为对的路，我也一样。小林，阿姨，我还有事要忙，先走了。我站起身，您保重身体。走出茶馆，我长呼一口气，原来如此。
不是因为爱情消逝，而是因为现实利益的计算。我不恨陈宇，甚至有点同情他，被家人的期望绑架，被世俗的眼光引导，忘记了最初的自己。回家路上，我接到小芳的电话，听说陈宇要调走了。调走？去哪？我好奇地问。好像是下去锻炼，到县里任职。小芳说，估计是为了以后提拔做准备吧。我点点头，挺好的，新环境新机会。你就不好奇他下去是不是因为你？小芳继续八卦，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反问。听说他主动申请的，可能是觉得在市里和你共事太尴尬了。小芳分析。我笑了笑，随他去吧，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挂了电话，我想起陈宇第一次和我说要考公务员时的样子，那种坚定和期待。也许他内心深处真的只是想要一个稳定的未来，一个可以和我共同走下去的未来。只是在成功的道路上，他迷失了方向。转眼半年过去了，我的工作越来越顺利，项目获得了上级的高度评价，个人能力也得到了认可。局长多次在会议上表扬我，说我是单位的新生力量。私生活方面，我买了一套小两居，离单位很近，步行10分钟就能到。房子不大，但收拾得温馨舒适。有时候下班早，我会去附近的菜市场买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回来做一顿可口的晚餐。周末约上3、5好友，或者看场电影，或者爬爬山，生活充实而平静。有男生追求我，但我都婉拒了，不是因为放不下陈宇，而是觉得一个人的生活也很好，不想因为一段感情而打乱节奏。当然，偶尔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会有些孤独感，但我告诉自己，这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经历。那天，局里开表彰大会，我获得了年度优秀公务员的称号。会后，局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小林啊，你来财政局1年多了，表现很出色。”局长笑着说：“上面有意提拔你，让你担任预算处处长。”我有些惊讶，这么快？不快了，你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局长说，而且你是高材生，又年轻上进，是我们单位的骨干。谢谢局长信任。我真诚地说，我会继续努力的。走出局长办公室，我心里充满了成就感。这1年来的辛苦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回到家，我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太好了，女儿！妈妈在电话那头高兴地说，你看，自己努力多重要。当初那个陈宇不是看不起你吗？现在怎么样？妈，别提他了。我笑着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也是，妈妈说，对了，你表姐介绍了一个男孩子，条件很好，也是公务员，在市委办公室工作，要不要见见？妈，我现在不想谈恋爱。我婉拒，工作太忙了，工作重要，但生活也要有着落啊。妈妈有些着急，你都快30了。知道了，等我忙完这阵子再说。我敷衍道。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忽然想笑。1年前，我还在为陈宇的离开而难过；1年后，我已经成了处长，有了自己的房子，工作受到肯定，生活井井有条。而他不知道在县里过得怎么样。命运真是奇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又过了半年，我正式成为预算处处长，成为单位里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那天，市里召开全市财政工作会议，各区县的财政局长和市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参加。会议在市行政中心大礼堂举行，我提前到场，找到属于财政局的座位坐下。会场人很多，熙熙攘攘的。忽然，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陈宇，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入口处迎接参会人员。
看来他回市里了，还在市政府办公室工作。我没有刻意避开，也没有主动打招呼，只是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翻看会议材料。会议开始，市长讲话，然后是各部门汇报工作。轮到财政局时，局长让我上台介绍我们局的创新做法。讲台上，我侃侃而谈，自信从容。台下，陈宇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身上，表情复杂。会后的茶歇时间，陈宇走了过来，好久不见，小林，他试探着说，是有段时间了。我礼貌地点点头。听说你去县里锻炼了？去了半年，前段时间刚回来。他有些局促，现在在市长办公室担任副主任科员。恭喜啊，提拔了。我说，和你比起来差远了。他苦笑，听说你已经是处长了，真的很厉害。我笑了笑，没有接话。那天能借一步说句话吗？他小声问。我看了看手表，抱歉，待会还有个会要参加。那他欲言又止。陈宇，我直视他的眼睛，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路，我们都向前看。小林，我祝你工作顺利。我微微颔首，转身离开。走出会场，初冬的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我深吸一口气，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生活就是这样，当你执着于某个人、某件事的时候，它可能会让你失望；当你放下执念，专注于提升自己的时候，你反而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陈宇曾经是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但他的离开让我明白，真正能依靠的只有自己。无论身处什么环境，遭遇什么变故，只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不会被他人的选择所左右。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的手机响了，是一条短信。小林，对不起，当初是我瞎了眼，被虚荣和功利蒙蔽。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反思，你永远都是那个最好的你，而我却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不求你原谅，只希望你知道，我为自己的决定后悔。祝你幸福，陈宇。我看完短信，轻轻按下删除键。有些错误一旦犯下，就没有后悔药可吃；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无法真正愈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各自走向更好的未来。我抬头望着蓝天，嘴角扬起一抹微笑。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人生还很长，精彩还在后头。谁说女子不如男？谁说默默付出就会被辜负？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总有一天，你会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那些曾经看清你的人，终将被你的光芒所折服。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